那天晚上，天黑得出奇，月亮隐藏在厚厚的乌云后面，像是逃避着什么可怕的事情。我开着车，沿着乡间的小路回家。这条路平时几乎没有人经过，车灯打在路面上，泥泞的道路和杂草缠绕在一起，偶尔有几只兔子突然跳出来，迅速消失在夜色中。车里的气氛非常压抑，雨刷不断扫过前窗，发出规律的滋滋声音，却无法让我完全看清前方的路。雨越下越大，打在车窗上像是无数的小石子。我内心有种不安的感觉，但无法说出具体原因，只想赶紧回到家。就在即将转弯的时候，我看见前方的路边站着一个小女孩，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头发贴在脸上，旁服刚从雨中走过来。她看起来只有8、9岁的样子，却孤零零地站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对劲。我的心跳加速，脚下不自觉地踩住了刹车。我放下车窗，外面的冷风一下子涌进车内，带着一股湿冷的霉味。虽然隔着几米远，但那种冰冷的感觉似乎直接透过空气传到了我身上。我喊了一声：“小妹妹，你怎么了？需要帮忙吗？”小女孩没有回答，只是慢慢抬起头。当她的脸从头发后露出来时，我感到心脏一沉。她的眼睛黑洞洞的，完全看不到眼白，像是无底的深渊。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没有一丝感情，就像是在看着一件无生命的物体。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，明显感觉到有什么地方非常不对劲。这种情况下，任何理智的人都应该迅速离开，可我却感到一种莫名的责任感。我不可能就这样把一个小女孩丢在这么荒凉的地方。再说，这种年龄的孩子怎么会独自出现在这里？你家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去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。她缓缓地抬起手，指向一个方向。那边。她的声音很轻，几乎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我顺着她的手看去，那是小路通向的更深处，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。那里没有路灯，也没有房屋，只是一片被雾气笼罩的荒野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决定让她上车。我打开车门，她无声无息地走上车，坐到了后座。车门关上时，我感觉到一阵凉意瞬间蔓延开来，车内的气温似乎降了好几度。我忍不住看了后视镜一眼，她依旧一言不发，眼神直直盯着前方，旁附车外的景色对她有着什么特殊的吸引力。你家住哪儿？我再次问她，试图让气氛变得轻松一些。一直走，她简短的回答，声音空洞，毫无感情。我强忍住心中的不安，发动了车子。一路上，我感觉到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我，即使她的头看似朝着窗外。我开车的手心冒着冷汗，心跳得很快。道路越来越偏僻，周围的雾气也越来越浓，视线几乎被吞没。远处偶尔能看到几棵枯树的影子，摇晃着旁扶，随时会倒下。我们快到了吗？我忍不住开口问。他没有立即回答，过了几秒才低声说：“快了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不仅冷漠，还带着一丝奇怪的沉重感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。这个地方越来越不像是有住人的地方，反而像是某个被遗弃的荒地。我的理智告诉我应该立刻掉头回去，但我的身体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一样，无法行动。车灯忽然照到一座小屋，我心里猛然一颤。那是一栋破败的小木屋，看上去有些年头了，墙壁上长满了苔藓，窗户上挂着残破的窗帘，周围是一片荒废的草地，四周都笼罩着浓浓的雾气。这里完全不像是有人住的地方，反倒像是某种恐怖电影中的场景。是这里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他依然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那栋屋子，眼神变得更加深邃。我感觉到车里的空气突然变得更加沉重，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。这时，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想法，这里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家，这个女孩也许根本不是人。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，脑海中充满了逃跑的念头。我把手放在车钥匙上，准备立刻掉头离开。但就在我准备动手的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到身后有一股寒气笼罩着我。接着，后视镜里突然出现了他的脸，他的脸贴近了后座的座椅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容。
他的眼睛漆黑一片，仿佛能吞噬一切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停止了。你不能走，他的声音冷得像冰，直接刺入我的耳朵。我的手僵硬在车钥匙上，完全无法动弹。他的笑容越来越大，眼神中带着某种无法言喻的黑暗。我感觉到自己被他的目光紧紧束缚住，无法挣脱。下车吧，他轻声说，像是命令。我无法控制自己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慢慢打开车门，下了车。外面的空气异常冰冷，四周的雾气迅速涌上来，遮蔽了我的视线。我的身体像是被某种力量控制着，僵硬地朝那栋破败的小屋走去。小女孩跟在我身后，脚步声轻微却清晰。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紧紧地盯着我的背后，那种冰冷的视线让我浑身发毛。走到门口时，我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，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我知道，只要我进去，可能再也无法回来。然而，我的手已经伸向门把手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。门嘎吱一声缓缓打开，里面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犹豫了1秒，心里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门后面有些不该存在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身后有什么东西轻轻触碰了我的背。我猛地转过头，看到那个小女孩正站在我身后，她的笑容更加诡异。她慢慢抬起手，指向小屋里面，嘴里发出一个几乎听不见的声音：进去。我想拒绝，但我的双腿已经不受控制地迈进了门内。屋子里的空气非常潮湿，带着一股浓重的霉味。墙壁上挂满了破旧的家具和锈蚀的照片，但奇怪的是，每一张照片上都被刻意抹去了人脸，只有模糊的背景和空白的轮廓。我的心跳越来越快，四周的压抑感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。小女孩突然从我背后走了上来，站在我身边。她的眼睛不再看着我，而是盯着墙上的一张照片，嘴里轻轻地说：这就是我的家。她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痛苦。我忍不住问道：你到底是谁？她转过头来，眼神中的黑暗让我无法直视。她的嘴角扭曲的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：我早就死了。这句话像是一把利刃刺进了我的心脏。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晕眩，头脑变得混乱起来。我无法理解她的话，却感觉到这个房间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。四周的墙壁开始渗出黑色的液体，地板也慢慢变得粘稠起来，像是被腐烂的物质浸透。我想逃跑，但身体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，完全无法动弹。小女孩的脸越来越近，她的眼睛像是要把我吸入其中。我努力挣扎，却无法摆脱这种无力感。就在我感到快要窒息的时候，眼前突然一黑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躺在车里，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周围一片寂静。我立刻坐起来，发现后座空无一人，小女孩已经不见了。我下车四处张望，发现自己正停在一条熟悉的乡间小路上，周围一片平静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回到车里，发现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上面显示着一条简讯：谢谢你带我回家。一股寒意从背后涌上来，我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。那一刻，我知道，那个女孩永远不会真的离开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